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这条是，阿根廷经济部长宣布，为遏制通胀，政府将停止扩大货币基础，该政策将在周一生效。下一条，经济向好，但拜登年龄成为选举隐忧。拜登的经济表现稳步改善，但他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引发关于其是否能继续担任总统的质疑。一些分析师认为，拜登不太可能在11月竞选，卡马拉·哈里斯可能会成为民主党候选人。接下来，家族办公室处理超高净值人群的投资，已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引擎之一。该行业资产规模已从1980年代的少数机构增长到约15000家办公室，管理资产规模约 5.9 万亿美元。让我们关注 OpenAI 员工举报其限制性保密协议，指控可能阻止员工向监管机构举报证券违规行为。SEC 已收到举报信， OpenAI 尚未回应。下面这条，阿根廷央行将从下周一开售美元，旨在控制比索汇率差并遏制通胀。央行将出售部分平行外汇市场中的美元，以抵消官方汇率购汇造成的比索发行。让我们关注传奇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将于下月迎来94岁生日，他的长期搭档查理·芒格已于去年去世。由 CEO 指定人选格雷格·阿贝尔接替掌管伯克希尔·哈撒韦。巴菲特卸任后，公司将何去何从，引发了投资者的猜测。然而，股东不必担心，因为阿贝尔不太可能破坏巴菲特制定的公式。随着伯克希尔逐渐变得更像指数基金，其作为非凡投资的时代似乎已经结束。接下来这条，达美航空因乘客抗议2名空乘佩戴巴勒斯坦胸针而在社交媒体引发争议后，修改了员工制服政策，禁止员工佩戴除美国以外国家的胸针。下一条，通胀数据显示价格压力缓和后，信贷市场松了一口气，但经济疲软给企业债务带来新的风险。接下来，超级微计算机公司 SMCI 是今年表现最好股票之一，该公司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关键支持，股价已受益于英伟达、NVDA 等参与人工智能开发和营销的公司蓬勃发展。让我们关注欧洲央行官员可能准备通过利率进一步下调来吸引投资者。尽管这是决策之间欧洲央行有史以来最长时间的夏季休会之后，让我们关注大多数银行提供免费支票账户，前提是客户直接存款或保持平均最低余额。据2023年 Bankrate.com 调查， 73% 拥有支票账户的人利用了这一选项。但如果银行的监管成本上升，免费支票等免费服务可能会消失。下面这条，科罗拉多州3名与受感染禽类接触的禽类工人在出现症状后被检测出可能感染 H5N1 禽流感，目前正在接受确证性检测。7名禽流感人类病例中，3名在科罗拉多州被发现。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称，禽流感在人际中传播的风险仍然较低。接下来，比特币投资基金的近期资金流入稳定了比特币价格，减轻了对价格波动的担忧。机构投资者对 ETF 的投资提供了基础需求，有助于降低价格波动性。尽管比特币的波动性仍高于黄金等资产，但其下降趋势表明其逐渐成熟。让我们关注标普500指数已创下一连串历史新高，但并非所有股票都参与了当前的牛市。大型科技股近年来一直是股市价值不断增长的推动力，随着使用人工智能 AI 的最大公司的创新推动其股价进一步上涨，这一趋势最近加速。市场预计这些创新者在未来几年内将产生巨额收益增长，因此投资者提高了他们的估值。但有一个指标表明大型科技的主导地位可能即将发生转变，投资者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股票群体中找到绝佳的投资机会。最后一条是，埃隆·马斯克称强硬的特朗普为完全背书，并发布了照片，表达了对特朗普总统迅速康复的期望。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